王哥，早上好，你这是在练啥呀？我在练8步长寿功。是在为今天考核积蓄能量吗？是的，因为练完之后我就要去上面找各位学徒老师们，希望他们可以多多照顾，因为今天来的都是我的好朋友。欢迎来到初入职场中医记，本期的主题是中医变美指南。我会进行真朋友才说实话的美颜调查。听到这个主题，你觉得谁最适合？我坐在这里还有别的答案吗？这指定我最适合呀，因为我的上升空间很大，可以说对中医来说是一次挑战。自然是我，因为我会像之前的每一期一样偷偷学习。小沈跟锤锤吧，可能收益比较大，因为她们都是女生。完美啊！对呀，皮肤长得太完美了，没什么可治疗的。会是什么诉求？见见朋友的诉求。我蛮想见婶子的。我主要好奇他的诉求是什么？对，是在返老还童吗？解决不了。我脸太容易出油了，特别难受，就脸上油乎乎的。这个事情在这里好好的研究研究。我觉得这个20年如一日找一个样子。对呀，有什么诉求？他唯一的可能困扰就是看自己看腻了。还真想不到他会想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因为之前在网上被称为氛围感帅哥嘛。哦，网上谁说的？没说。氛围感帅哥。我觉得他长得蛮稳定的。我完全同意，夸一个人帅，其实现在并不是说你夸一个人长得多好看，而是这个人方方面面让你感觉舒服。志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帅哥前面加了很多定语的话，那他应该就不是个太帅的帅哥。那你觉得沈月的亚洲最美面孔还有什么改进空间吗？哇，他都这么好看了，还要让他改进？你们这个节目组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节目组。给你一次换脸机会，你最想换谁的脸？这个岁数不想换别人的脸了，这个岁数。那我可能会选择武艺哥，因为小武艺的脸简直是冻龄，就是我觉得他到了50岁、60岁还会长这样，就是没有任何变化。我换王哥的吧，因为他脸很瘦，我的脸就从来没这么瘦过。我希望拥有他全部的特征。因为我吴亦哥的皮肤白白透透的。今天呢，就要带着好朋友在奇还原一起体验中医的美颜，大家一起期待吧。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补肾活血、温经止痛、修正牌木结胶囊。上班啦！上班喽！上班。你们有镜子吗？没有。你怎么了？我的眼睛就是你的镜子。我真受不了你们俩了，我不该坐你俩中间。我去拿个东西。是我留在你那里的心吗？哼！你怎么了？他俩已经一早上了，太黏糊了。是不是给你扎了针，开始思维奔逸了？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帮你们拿白符吧。哎呀妈呀，我也来吧。哦，这是我的吗？啊，你第一个就给我拿。你的在这儿，你的在这儿。阿姨，我跟阿姨很阿姨，
头晕。不行，我不行了，不行了，医生，要不可能走是怎么过去打120吧？远远的听见了这么欢乐的笑声，光听笑声已经认出了锤锤和智胜了。到了，有救了，我这个病有救了，太好了！这里齐黄院中医馆。好气派啊，这个门。对呀，哎，不用敲呀。不用敲，直接进来吧，隔着2里地都听见你声音了。哎呀，齐老师，哎呀，这是欢迎，宇哥欢迎。好了，锤锤，照顾好自己好吗？答应我。好，我在这里活得很好。以后再也别委屈自己了，好吗？肯定不能，那一针全给我扎出去了。哎，好嘞。来，那个受王哥之托接待一下各位，因为他现在已经在楼上陪各位学员开始准备了。他怎么这么大牌啊？怎么不下来？怎么不来迎接？让他下来。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组嘉宾能请动他。哇，这么牛！哇，那我们也不上去，不上去，咱们就得僵持住。敌不动我不动。对，我们在等，我们在耗，熬鹰，纯熬。你最好是，但是呢，说实在，今天有点热，咱要不继续等。好，热。你说动我了。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齐黄院。哇！一人一个小本儿是吗？对，认领一下。来，你的病历来。好，我今天要哭死记笔记。那么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收看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中医记》。今天我们邀请到齐黄院的也是我们王哥的好朋友，各位快乐的大人们，欢迎各位的到来。邀请到各位来呢，也是围绕着大家和我们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题一起来展开。而这期话题，哇塞，不得了，非常好，来着了。接下来我们先有请陪伴我们带整个的这位老师。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首届中国西部中医药振兴发展高峰论坛10佳中医医美优秀创新人物，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养生分会副主委，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常务理事周双林老师。大家好，老师好，你好，哇，这么年轻哦，浑身发着光。这一期的主题就像刚刚大家看到老师所说的那句话，好美啊！是的，好美。我们是一期中医的变美指南，还挺对症下药的呢，对我来说。在中医看来呢，美颜它解决的呢，绝对不仅仅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肤浅的面子工程，更重要的其实是里子，对，因为它是由内而外的一个美，气色好不好，皮肤是否通透，归根结底还是身体内部是不是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中医老师呢，会通过讲怎么来调理内在，让你的外在变得润物细无声的好。关心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啊。好。就是有许多脸形容各种亚健康或者是不是很理想的面部状态。智胜啊，这个鼻子，这个说实话对我有点刻板印象。你做一个这个表情呢？怎么是这么像？我这个真的是鼓动人。前2天那个王传君，他去逛那个国家博物馆，他给我发了好几张图片，不同的古董都有我的脸。古董脸我当之无愧了。那古董脸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很多的皱纹啊，哈，就是显老啊，一笑起来皱纹满布啊，就像一个古董。皱纹满布啊，就像一个古董；皱纹满布啊，就像一个古董。老师，我现在可能需要先看看心理医生。你说话，面部不着急解决，心里有点难受，我现在心里。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啊，智胜哈，我需要扶着点吗？不，是我们摁住你就好。智胜呢，他经常调侃自己是暴力丑学，实际上哈，在我们眼里，当一个人内在和谐的话，他其实幽默就是最好的医美。哦呦！
一半了，非常有魅力。神颜，热搜词条中医认证，徐志胜神颜。王者级别的神颜，哇塞，把你现在已经捧到这个位置了，直接把你捧到2楼去看诊。好了，别再做医美了。老师，咱这个姨妈脸应该是比较显而易见了，就是这个啊，对，来例假之前哈，脸上爱长痘痘呀，然后肤色暗沉啊，容易肿啊，就叫姨妈脸。对。好，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位来自微博网友 li 里啊77-88求问，经期是女孩子比较脆弱的时候，男生可以怎么做呢？其实男朋友也是有段位的啊。对喽。对，知道女孩子来例假哈，然后呢不舒服，青铜级别的男朋友呢，就是啊，你喝热水吧。这种就已经不适合有女朋友了。他适合拥有保温杯。再高级别的一点的段位的男生呢，这个他会给你煮一杯姜枣茶，红糖姜枣茶，姜枣茶，OK，补血呀，然后温通一下，利水消肿，可以缓解一些经期不适的症状。这是高段位一点的。然后王者的最高的了，我天天竖起耳朵。他呢就是会懂一点中医养生的小知识哈，就按揉一点三阴交穴呀，然后关元穴呀，可以给你就是治疗痛经让月经来得更通畅一些。还有按一些开心穴啊，像阳陵泉这个地方，对，给你敲一敲胆经。男朋友的手就是最好的暖宝宝，它暖心又暖身，这就是王者级别的男朋友。真的、就是现场能够直接。老人是不是之前要先这么搓一搓？哎，对，这就是王者，看王者出现了哈。哇，王者，王者！哎呀，你看看，高手，永远37度。哎，对，永远低烧。一圈啊，学着点吧。发现我只会除法，因为我心里除了你都是你，心里除了你都是你。武艺哥是，我选了猫饼脸，选了一个最萌的猫饼脸，猫饼，好像啊！哎，这个状态真的很像，香吗？猫饼脸呢，其实就是脸容易发腮，对吧？对然后变得圆乎乎的。对，就是我这是平的。对，然后看起来呢，就是像是一个正三角了。对，对吧？是的，就是小时候脸还比较小。哦，好可爱呀！哇，这么小的时候，我以为你拿出的是选秀时候的照片，说你看过去这10来年间，选秀的时候也很瘦，但我感觉好像很多男生年纪大了都会发腮呢。但是真的是到了30岁就开始发腮，叫中年油腻，中年发腮啊！当然我不是说你，是也差不多。这有的治啊。这个可以的，完全可以预防。哎，对。哇，来着了，好好奇，来着了，来对了。那月月，我是斑尾脸，没有什么精气神儿，黑眼圈比较重，然后感觉熬久了之后呢，那法令纹也会出来。对，就是尤其是这个地方。口角囊袋这个叫对吧？就是往下走。其实沈月现在状态还好，妆化的老师卸完妆没法看的。其实呢，我们中医是没有古董脸啊、姨妈脸啊这些说法，它总体呢是属于我们的中医的叫浊象。浊象，浊象它就是痰浊、湿浊、水湿之气，本质上其实还是我们的脾的运化弱了，气血水湿运行不畅，就会堆积在这里。它就是看着脸不清透，气色不好。好惊艳啊！朱雀三浊，他就是每天早起之后左这个印堂，左耳后一风，对，左这个沉江，哎，对。这啄多久？7吸49下，非常的简单。早上起来啄一啄，然后面部气色就上来了，然后就像戴了个妆容，美美的，元气满满。哇，以后就不用化妆了，化妆师以后都不给我化妆，过来就给我啄。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妆容底色。那接下来大家不同的状况需要怎么调理，就交给我们的中医学徒们了。好期待！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吧，考核吧，走，大家加油吧！
请进。哎，老师好，又见面了。老师好，大家好，老师好，老师好。今天的这位带教的导师，大家应该很熟悉吧？是。但是我要给大家再隆重介绍一下，他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中医养生专业研究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国华老师。见到大家特别高兴。昨天晚上睡得还可以吧？应该有几个没太睡好。这一下就能看出来吗？王玉和乐怡睡得清浅一点点。是。应该不止昨天晚上，时间比较长的都睡得比较清浅一点。是。老师上来就望诊啊。那国华老师，要不我们再深挖一下？我们稍微近一点点。好，来。你们看一下王涵的印堂。我别笑。印堂比他的面部其他的部分要暗一点。对对对，有点黑，有点暗。大家看一下他素描的位置，鼻尖儿有没有一点点发黑？哦，前正中线会有一点表现出来阳气不足的情况。马上秋冬季会觉得手脚发凉，比别人会怕冷。会，而且阴液可能会有点亏耗，对，会有口干舌燥，对，特别爱喝水。眼睛它其实在眼周和唇周会比脸上其他地方暗一点点，对，会有偶尔的心慌心悸的情况。我心慌心悸超严重，他之前都是。我当时超级震惊，在我们化妆的情况下，老师还能看出这么多问题，真的太神了。眼睛就是感觉是比机器扫描还要准，好厉害。好，国华老师作为今天的带教导师，今日的考核主题也非常的有说服力。本期我们的考核主题就是中医变美指南。国华老师将带领大家一起关注当代年轻人最关心的美颜问题，如何变美，如何变白，如何抗衰，都是我们本期要讨论的话题。本期呢，我们将采取学徒自主分组的方式进行考核。这次呢，我们将分成1人组、2人组和3人组。那么这个分组呢，会贯穿大家上午的看诊考核和下午的实操考核。那么每轮考核，我会根据大家的表现情况给予打分和排名。最后呢，排名第1的这个组会得到5格的药材，第2名的这个组呢拿到3格药材，第3名的组将得到1格药材。但是呢，得到的药材在组内会让你们来自由选择如何分配，这也是对大家的一次组内的考核。开始严峻了。1人、2人、3人的分组是精准地复刻了中医职场从独练到协作再到合作的一个完整的生态。我希望你们根据自身能力的不同来选择好自己的分组。我们先从1人组开始啊。想挑战1个人参与考核的，请上前一步。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处理这些美容的问题，我自己可能不会面面俱到，所以就没有想到要自己一个人去。因为首先我知道我自己的长处在哪儿，也知道我自己的短板在哪儿，我更想找一个人来搭配我，说不定能实现1+1大于2的效果。
别看别人，看自己。看自己，来，3、2、1。好，有2位。常常在竞争的感觉，就是我有实力，我就要争取，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就感觉很自信的状态。乐怡为什么要选1个人1组？刚才老师介绍是，就是如果要是2个人1组的话，他是无论是拿5还是3还是1，包括3个人也是，他都出不开呀，出不开呀。又是理科生。不想做数学题。对，你这到时候这个多了也不好，少了也不好，大家都很努力，肯定为了考核，大家肯定都是齐心协力往前走。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分这个分？好，那连静呢？就是组队对我来说，它分工跟协同就是比我1个人单人作战要难。因为上次分组给我带来的阴影有点大，很担心出现跟上次一样的情况，就是跟大家没有办法很好的协调。严谨组就有2人失去了下午考核的机会。就我们这次不单单是考核个人的一个能力，最主要还考核一个团组的协调能力。所以作为组长，你在这一方面就有一定责任了。而且考核很严肃，大家会有排名，我不敢拿其他人的排名去给我做这样一个试验。那2位来讨论一下，有没有人自动退出？他们不敢对视。好精彩啊！救命！耶耶！你好开心哦！因为他们平常关系也很好。明白明白。对，咱换一个说法。换一个说法。看你们2位谁想去锻炼一下团队协作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来，有吗？没有。我觉得这很正常，你毕竟是一个考核嘛，就是在这个时候没必要过度谦让。我觉得这时候的谦让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没有的话，就按照现在要才格的数量优先选。好，我退了。我退了。等一下，我药材比他少。好，行。接下来，请想要3人组的往前一步。我变成单人组了是吗？赔一个。师姐要不赔一个？师姐要不赔一个？赔一个。是吧？之前跟王宇2个人组队的时候，然后我们俩被淘汰了。其实我觉得很对不起他。我希望就是能再有一次机会，我们2个组队，咱们一起把这个比赛赢下来。还是想跟连静一起组队。这次我们努力一把，3个臭皮匠，哦不对，1个诸葛亮带2臭皮匠嘛。那3位就自动形成一组了。哈，我们是一家人。好，来，我们一家人。我们传一下吧。好，那谢谢。谢谢旺哥。这是我特意准备的面诊单。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中医变美指南。
因此呢，大家一定要聚焦助力团的一个面部状况，去进行一个看诊，从面部去挖掘内在的成因。最后呢，你们面前的这份面诊单写好，就是你们的答卷了。我会根据你们的面诊单给出最终的分数。如果我们来商量一下，咱们这个看诊的顺序是什么样子？好，谁想第一个上？如果都不是这么主动的话，咱们就今儿算了。既然大家都不说话，那就我先去。那请出来。好，上去之前我们还是再讲述一下你这次来看诊的主诉是什么。替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就是关于姨妈期，身体啊，或者是面部啊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情绪了、皮肤的变化了，这种看有没有什么好解决的办法。男生正好的话也能听一听，学习。去吧，走了。我去接一下我的好朋友们。哎呦，王哥。本节目由修正药业联合冠名播出，专业良心，买药认准修正。妹妹，哥，又哭又笑，这咋了？没事，走，别紧张啊。来，你们好。Hello，请坐。好的，请坐。锤娜丽莎，哇，然后国华老师，哇，我超喜欢他。好，那请问今天的这位，患者有什么主诉呢？有什么主诉？我的今天的主诉就是不开心。那有长痘痘，经期皮肤敏感。对，我姨妈期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就惹不了，不能惹，嘿嘿。然后毛孔会变粗，脸上会变油，下巴会长痘。好，那锤锤的主诉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有谁想给锤锤看诊吗？请举手。好，两组争夺。那两组可以先说一下自己的优势来争取一下，然后由锤锤来反选。行，这还用说吗？咱们妇科的，对，排名第2，总排名。好自信呀！啊，说排名可真完了，没人敢排第1。第1在这儿。乐怡是第1名吗？对，第1的。哇，强者。哦，第1在这儿哦，失敬，天天闯祸。失敬。这个就是你们的宣言是吧？专业对口。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女人，你的脉我把定了。谢谢你，谢谢。救命！我是因为他的这些状况我也都有，就是感同身受。你懂我。那锤锤就来选择这2组哪一组先给你看诊？行，我看看吧。在脑还没点，我就点到谁就是谁，捏啊，对，随机的啊，老师。可以。好，那请其他组到那边休息。好的。我先答麦。我填。我先答麦。你答，我填，我写，然后我补充。大家真的是有条不紊的。小白当时第一时间非常迅速的说：“我记录。”然后我是首先负责一个脉诊，我是负责整体的诊断。王玉他通过一些望诊、问诊，然后去补充一些信息。高血脂、脂肪肝。不能给我把个喜脉出来吗？哎，我现在就想被把。我也是。您喝酒吗？不喝，完全不喝。您是不是经常吃肉？太爱吃肉了。这2天是不是刚生完气呀？我应该不是这2天，我应该是长期的，最近可能反倒还好了些。
我想看看您的黑眼圈。看一下啊。黑眼圈我得擦掉底下这个。那它的黑眼圈是按了以后会褪色，这样的话应该就是比较血管性的，有局部的淤血在那儿，经常就是情绪焦虑，然后就是导致你局部的微循环、血血瘀滞在那儿。如果说是这个皮肤呢，它黑眼圈啊，如果你一摁，然后呢它就变浅了，它就是血管性的啊。如果你一摁，然后呢色素没有变浅，然后就是色素型的啊。这是一种辨别黑眼圈的方式。哦，那哪种比较好治？相对来说血管型的。色素型的话，它就形成沉积了。对。哎，你两边肩颈都不好。对，我反正是这边，这边会感觉很重很累。对对，而且一直也都是硬的这两块。挺厉害的，这都看出来了。我能按一下吗？可以可以。喜欢叹气吗？叹气还好，因为太气运气会变差。您再伸一下舌头，我们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干预的那种状态。您是只有在经期的时候敏感，还是平常也敏感？我不敏感，我只是长痘而已。就是出油是在哪个部位出？脸颊干，然后剃去油。好，填表了。快！好，时间到。正好写完。老师，那我就先来总结一下。老师首先给他把脉，它是一个痰湿加气郁的状态，它整体的脉是比较濡的，它没有很清晰的脉管，它有一个高血脂、脂肪肝，然后还有长期喜食、肥甘厚胃，属于一个会助长脾胃湿热的情况。那么它的皮肤状态是混油、T 区油、两边干，皮肤是紧致的，它的黑眼圈是有的。咱们的诊断是血管性黑眼圈，还比较好的就是血管性的，对，好调节的。它是脸颊是经前期有痘。因为在经前期阳气需要增长，然后气血它要往下冲，它要作为月经出来。但是像锤锤它的肩颈有淤堵，因为这堵住了，但是你阳气又在长，它脸上气血不足，直接烧出炎症来了，所以导致它脸颊长痘。它这个对月经期间的一个气血的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然后咱们初步的诊断是，首先给它进行一个针灸、刮痧跟点穴。然后刮痧跟点穴，我们尽量是就是点你的穴位，不去做那种拉扯，因为就是拉扯它也很容易拉出皱纹。我补充一下，可以使用一个砭石刮痧，用砭石的这个温热的性质呢，帮你就是面部的凹陷、皱纹还有黑眼圈，温通你的局部瘀滞的一些血脉，然后帮你提拉你的气色，然后也能达到瘦脸的一个效果。然后还有一个中药眼罩，这个是针对锤锤的黑眼圈的。我用的药材是决明子，首先是对眼睛好，然后一个艾草、红花跟蜜蒙花，红花跟蜜蒙花是可以活血。然后它整体药材的它的味道不是很浓，大部分人都能接受。但是这有一点，中药眼罩其实我不建议您加热，就纯敷。像您气血不足，然后可能眼睛会就是有点干，然后你一蒸它就更干了，就是不要热敷。它有些肝火已经很重了，不断的在有这个分泌物啊，就这个时候就不适合用了。因为它是经前期暴动，我会觉得吃一个这个单齿逍遥，在经前期的时候吃这个药，然后在全周期的时候，我还是要疏肝理气、健脾。在平时食疗的时候，可以有这种玫瑰花、陈皮的茶。好，这不就是你平时让我喝的？王大夫也是给这个建议。王大夫，刚为什么他说的我能听懂？因为他平时总给我科普这些。王哥在这里进行完之后，更上一层了。你们陈述结束了？我们陈述结束了，老师给我一下。好。他们还是很专业，关键是他有内到外，能够，他是有一个全面的全部对照给你分析。他们3个人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工，然后自己又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些方向，看着就是更游刃有余一些。3位呢，他们配合打得特别好。问诊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李延静他快准狠，浑身上下你哪里堵，他能比较精准的判断出来。那锤锤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说他那个在经期会生气。那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缓解这个生气，或者说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儿？打李川不是？就提到李川了吗？经期的时候，李川是会像大部分男性一样多喝热水吗？一开始是这样，贵在调教。
那他现在是怎么样呢？他现在属于说是他会主动给你，就是如果他人不在的话，他可能会异地帮我点一杯红糖姜茶过来。哎，做得不错哈。然后可能会顺带帮我多点几杯别的，反正你爱喝哪个喝哪个。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别惹我。明白，李川，记住啊，红糖姜茶最好是在经期前几天就给他点，更有效果，懂了吗？懂了吗？但是有一个啊，我不建议让他给你点甜饮啊。对，会更容易长痘。对，所以我们换一点稍微清爽一点点的。好的。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在经期的时候别那么祸及他人，别总发脾气？咱们看病是找病根，就是把您这个月经调好了，其实心情自然就会好一些。哦，原来是找病根啊！我都是找别人麻烦。锤锤太好笑了，真是。经期适当的去运动拉伸，就我们只要拉伸我们的经络，让我们能够疏通调达以后，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生气了。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给您点按三阴交这个穴位。三阴交是妇科肾穴，因为您的脾气暴躁跟您的月经下不来与淤堵是有关系的，所以点按这个穴位呢，调你月经的时候又能调你的心情。我们可以自己拍一拍后背的八髎穴，就在后背这个2个屁股蛋子中间拍一拍八髎穴，可以调控你的子宫卵巢的气血的循环。搓八髎的时候说一下啊，在我们手背第2个手指向后，手背第2掌骨的位置，它们能对应到我们差不多小腹的一个位置。那如果你搓啊，第2掌指的位置，对着我们的八髎穴两边一搓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可以平常啊，当然你刚才说了呼浊气，可能说会运气不好，但是有时候我们找到你比如说山清水秀的地方，把这股浊气给吐出来了，还是要吐出来的。对，好的。对，刚才其实小白讲了一个陈皮玫瑰一类啊，对啊，有更多的疏肝理气的一个作用。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哈，把你的胳膊伸起来啊。腋下、腋窝什么穴位？极泉。极泉向下啊，就是在你的侧面的正中线，哎，然后跟你的这个乳头的平行线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就是我们的渊腋穴，然后向前一横指就是我们折经穴。然后怎么做啊？碰一下就疼啊，这地方。这是可以缓解乳腺结节啊，会常用的一个穴。来，我给你简单的按一下啊。来了。你疼吗？疼。我还好，我不太疼。这边啊，你看从这儿，感觉到这个力度了吗？疼吗？疼啊。这么疼？感觉它像是举手我疼。老师，我疼，是吗？哈，锤锤的，我还好。王毅疼吗？我不咋疼。你看我们这个男士不疼。哦，这块确实不太痛啊。你看2位男士就不明显，但是我们这个女学就会比较明显哈。所以胸胁胀痛的时候，乳房胀痛的时候，包括有一些比如乳腺结节的一些女性。啊，那么会觉得经前乳房胀痛，你就会教她，哎，抬手，这样往前搂一下。还有一个，这叫副作用，丰胸。哦，好啊，好一个副作用，来每天按它 ，OK， 谢谢。这里酸，真的疼啊！我也疼，是吗？我还好感觉。我也好痛，我之前听说这个动作可以缓解焦虑。不是，你要打到，其实要对打到这个穴位，你要打到上面。哦，是这样。打到上面，你不能光这样，你要打到上面。它可以起到一个疏肝利胆的缓解情绪的作用。这是什么原理啊？就因为这条是胆经就是你让相当于就让敲打它，敲胆经。第2个是2个乳头之间的连线上啊，这个叫膻中穴。膻中穴。
就是咱们经常生气，这儿就会堵，然后捶一捶，心情其实会好。膻中穴，你可以捶，也可以这样，就是把在里面这样摩擦，因为你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痛，那说明你有淤堵。我痛。哎，我这一点不痛，哎，你状态有点太好了，这是。我这地方不疼，但我毛病，你一会儿看吧，我毛病不老少。那你的毛病在哪儿？外在。现在好疼好疼。我一会儿上去的时候说你气血好，气血翻涌，你血压现在有点高。老师，这个养生最重要是不是远离那些惹你生气的人？一下就疼了这个。首先呢，我认为你们3个其实刚才还是配合的很好的，就是你们的搭配就很自然，对锤锤的诊疗比较准确的。我看到你们整个在记录的时候还是比较清晰。我期待你们下午实操的一些表现。好，谢谢老师。好的，那锤锤先下去休息。好的。那我想在锤锤下去之前抱锤锤一下，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说了合不合适，我觉得就是不用非用开心果的形象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情绪。每一天都在说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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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他一下来之后，我的胃就开始疼。哦。我能感受到他很辛苦。就是一直在强装着自己有多乐观，但实际上就是已经脆弱的一发不可收拾了。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不开心。对，就是惹不了不能惹，嘿嘿。这2天是不是刚生完气呀？我应该不是这2天，我应该是长期的。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在经期的时候别那么祸及他人，就是别总发脾气？一个抱其实解决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至少能让他感觉到情绪被看见。哎呦，一句话就给我们锤锤干哭了，咋这样呢？本来今天打得美美的。乐怡点出了我内心隐藏的一个小秘密，因为其实我会很压抑自己不高兴的情绪，尽可能不把不开心带给别人。我没有觉得委屈，我反而觉得情绪能被看到也是很好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跟他说这些，是吧？下去休息吧。所以可以叹。谢谢你，可以叹。谢谢你们，谢谢。其实你们关注到了，他是说他把他的宣泄，把一些不开心给到身边人了，但其实他把快乐带给身边的人。是，这也是他获得能量的一种方式了。锤锤他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伤心的事和脆弱的事情，因为他不想给大家带来的是负面的情绪。但是好就好在，因为现在他也有一个爱他的人陪伴他。川哥很重要，川哥很重要，伴侣真的很重要。然后他也找到了更舒适的跟自己相处的方式，所以我也挺替他开心的，也谢谢你乐怡，谢谢，谢谢。抱抱。哎呀，回来了锤，好香啊！你身上真的，被关心到了哈，好，谢谢。挺好的。其实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我自认为我已经就是和这个问题和解了。对，我觉得它是我性格里的一部分。当然。对，并不是我为了讨好谁，但我内里还是希望大家能因为我感受到温暖，就是我在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开心。有人懂你的付出很重要。对，中医医生都会懂你。对，天哪，他不仅能看透你的身体，还能看透你的心。
是的，一个人的容貌，它其实是脏腑的气血和精神的状态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说，有人说经期或姨妈期是最好的这个变美的黄金期，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女生有没有了解过。我觉得是因为经前变丑了，所以你才感觉经期变美。因为经前就是会水肿、长痘，然后各种失控，情绪失控，然后你食欲也失控什么的，所以才感觉经期是回来了。对，说得非常好。其实经前呢，它是一个阳气上升的一个状态，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刚刚说的淤结呀，阻碍这个阳气的生发，所以就会上火。到了月经期呢，例假一来好，然后确实这个沈月说的各方面都好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以通为补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调理。比如说这个不通的，我们灸一灸，让它通畅一下。经期灸哪儿啊？经期呢，灸肚子呀，然后灸三阴交啊，还有灸肾腧啊，就是在后腰的这个位置，或者是腰底部八髎穴这个位置啊，都非常的好。问一下大家还有哪些变美的思路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一些网友提问比如说这个微博网友@芜湖好开心呀，求问说什么呢？他说帅哥看帅哥会变美，是真的吗？你看着我，别问这个问题。看帅哥变美，它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接触美好的人啊事物的一个代表啊，所以其实我们接近阳光的、积极的、正能量的人都是帅哥。让你俩来唠叨了。神颜尽在我身边。对，神颜的神颜了，我。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位，谁来看诊？那就我吧。一个，对，主诉讲一下。主诉其实就是中年脸发腮。吴一哥，在你嘴里说出来“中年”两个字，我们都不敢相信。我们觉得有点陌生，你知道吗？有点陌生。他身上还是有那种少年感哈。对，但是这种确实很难去避免它，所以就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行，好，聊一聊。好的，好。哇，太好了！我想知道吴一哥为什么可以情绪一直这么稳定。对，总是乐呵呵。对，他总是这个表情。我也不知道。待会儿中医老师一整出来装的，于是他还伪装。然后吴一哥咔眼泪绷不住了，说这些年终于找到懂我的人了，懂我的人了。蹲现场10点半开抢，半动感地带芒果卡，现场见！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吴一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这边啊。Hello， 老师好，老师好，请坐。我坐这儿是吧？对，国华老师吴毅，老师好，老师好。哎，你好，哎，直接讲诉求吗？可以。我的诉求就是，就是你看我拿的这个是猫饼脸，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过了30岁之后就开始脸发腮，就其实我从小就是那种脸比较肉的，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像10年前，包括其实我感觉18、19年，我现在看照片都觉得好瘦啊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经纪人还要我减肥，但是就是现在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就是我虽然下巴一直都平，但是就是越来越平，越来越厚，对，所以就是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脸变宽了，就是怎么能够？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好，经过他描述了主诉之后，2组学徒有谁想要给他看诊吗？请举手。可以，我们可以。哎呀，我们就都行。那好，那可以简单描述一下自己的优势，给他介绍一下，然后进行反选。好，我看您就是还是有一点面部对称的。哦，对。啊，对，我刚才看出来的。所以我可能会除了发腮以外，还会给您考虑的更全面一点，包括体态啊什么之类的，可能都会考虑到。对，我们所以还可以教您很多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方法，保健看怎么样把上镜更好看。日常就可以使用的。日常可以使用的，对。好的。那好，就是我现在是，我有脂溢症，
我有质疑症。职业症，职业症，职业医师资格证啊，他现在在医院能坐诊了。还有证儿，上一组拿那个排名，这一组拿证儿，排名第2。我有质疑症。然后那个就是针对您的这个情况，我在临床呢也确实治疗过，然后有一些临床经验，然后所以的话就是希望您可以，选择我，谢谢。那我们威哥也听到这两组的拉票了，那你选择哪一组来当你的？哇，我这个好难啊！我觉得都很厉害。我想一想啊。要不选国华老师吧？要不选国华老师吧？我因为我知道就是怡老师对吧？乐怡老师是一直是成绩很好，我觉得要不就是把乐怡老师留给后面更需要帮助的人，对。好的。乐怡老师估计留给我了。留给我。留给我。商战管用了。世子之争向来如此。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比较佛系，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把脸瘦成怎么样，但是能瘦点更好。对，好，好，那先请乐怡回去休息。好的。看诊开始。来，好，你年龄多少岁？35。35。我看您好像还有点黑眼圈，你最近没睡好吗？哇，我昨天就没睡好。昨天没睡好？我4点才睡。哦。而且我最近睡眠越来越差。4点睡，几点醒啊？7点啊。3个小时啊？对。经常吗？也不是，因为我的作息时间从小就比一般人要晚。就是熬夜会有疲惫感吗？熬夜我巨精神。我巨爽。在骄傲什么？骄傲什么？但是要早起我就很累。来，那个手，那个把这个摘一下，那你有乏力的感觉吗？平常的话，如果不按照我自己的时差，就会比较累。有饥饿感，经常有吗？有，很爱饿。对，但我的那个甲亢我治好了，我有甲亢以前。我小时候有多动症。这是一个非常配合的患者。是的，是的，我们好幸运。别的不配合吗？也很配合。最近有心事吗？最近有。是吧？因为我感觉到你其实有点心火。看一下舌头。很大是很对。腹胀有吗？腹胀倒没有。那吃东西呢？吃的怎么样？很爱吃油腻的，很爱吃油腻的。然后我吃东西不太规律，就是熬到下午6点才吃饭。我那顿饭就吃巨多。吃饭不规律，那你消化怎么样？消化倒还好，只是我就是每次吃完饭就是肚子会很胀。啊，那不是腹胀吗？对。不许欺骗医生。我在想笑的话也很可爱，但是两边好像没有很对称的笑。他说你笑得很可爱，可是你笑得不对称。哇，好可爱的说法。是。对，因为我就从小我感觉我的脸上镜就是有点不对称。你睡觉的话怎么睡呀？我朝右边睡。吃饭用一边。都差不多。他脸色这一趴有点青。是的。好，那哥您站起来，我看一下您的那个体态。好，您就站着就好。有高有低。有高低肩。对，高低肩。我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来，请坐。咬一下。好，来放松。它是真的是有一点咬肌有点硬。好 ，OK。是我咬肌也挺大的，因为我没事我喜欢嚼那个牛肉干。因为现在人就是因为咀嚼习惯的问题，很多人就是会有左边或者右边的脸大脸小的问题。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因为长期翘二郎腿，然后这样子坐姿不对形成的面部歪斜，或者是脊柱侧弯这种，单是调整坐姿，它有没有可能回来？有很好的改变，就是坐姿，就是收腹，然后立腰拔背，沉肩。
百会穴。直向上提，哎，对，向上提，就是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发现一切都在自我恢复。身体这么神奇。对。好，我们差不多。首先，它的问题大概就是黑眼圈啊，然后呢，脸部的不对称、大小脸发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小脸其实就是因为局部的气血不足、脾虚湿盛导致的。包括我摸它的脉是一个沉，然后且无力，然后还有略滑，其实都提示了你气血不足、脾虚湿盛。然后这个发腮，因为我触诊过，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发腮，真正的发腮，因为它咬起来的时候它是会比较硬的。好难过啊这句话。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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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没关系，我知道我是真的。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搞不懂自己是真的发腮还是不是咬发腮。肌偏大。对对对，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触诊，包括大小脸，包括像那个嘴角也有那个不对称的，其实是跟体态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说肌肉是一个整体，然后包括脊柱也是个整体，所以我刚才观察了你的体态，有左高右低的高低肩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左边这里高，然后这里的胸锁乳突肌紧张，所以这边就会相对来说气血会循环的不是那么足一点，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表现。入睡困难这个问题，是因为气血不足、血不养心而导致出现的入睡困难，再加上你最近有点情绪啊，现在心里有点心事，所以入睡就会比较困难。然后接下来就是治疗方法，我们下午会以面部推拿为主，因为这个是一个最主要而且最直接可以帮助你改善面部循环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会针对循经推拿，尤其是针对咬肌的部分会去具体的处理。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叫中药热运，它是通过物理的热和中药的药效配合上不同的中药去进行一个结合，然后帮助你去疏通面部的一个气血，我们叫先通后温的这样一个方式。还有就是可以给您选择耳穴，因为耳穴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常保养，并且它不会破皮，然后也不会有那么强疼痛感，然后我们可以没事多去刺激刺激。这个是我的一个诊疗思路。接下来我们实用派会给到您一些具体的建议。首先我先说第一个吧，因为第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自我。首先我们双手搓手心，然后搓手背，搓到微微发热为度，从迎香就是鼻旁这个穴位开始往外这样去。这样对，这样去像一个洗脸的方式，然后也是微微发热就好。就是手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可以用来日常推拿保健的东西，就用5个手指的指腹去梳我们的头部的经络，因为前面有督脉、膀胱经，两侧有胆经、三焦经就这样去梳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擦耳背，就是这样，也是一个可以帮助循环气血。好，接下来。好，刚才说了它那个自我推拿嘛，你可以日常的就是推自己。那我再说个艾叶煮水，就是我们可以温敷。我们其实就说养皮肤就是气血的循环，让血的濡养来养我们的肌肤。所以说用艾叶，比如用温毛巾，平时要热敷也是挺可以的。还有刚刚那个推拿，你不是有发腮、脸部这类比较肉的吗？那我们平时也是可以张大嘴巴，然后揉这里的肌肉。对。最后就是体态问题的话，你刚才也说驼背，那平时就非常的推荐，就是站桩也是。站桩。对。好，回头教你。好的。然后最后黑眼圈的话，其实有一个少数民族里面有个滚蛋疗法，就是一个鸡蛋，就是鸡蛋里面去壳儿，然后滚眼周。我看很多人看过。是的，这个其实很有效的。血肉之间。好的，谢谢。感谢。这一次让我对中医有了新的认知。在合作的时候，像阿姨跟王涵他们也能够互相合作的非常好，就是他们分工的特别好，他们给的诊疗方案也特别的好，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使用到，所以我的感觉很不错。好，把你们问诊单。我们老师可能有一点乱，因为没有太多时间你很好，表现得很好。听了2位给你的建议，你这边有什么问题想问吗？问题就是因为我以前其实皮肤是特别好的，但是后来因为有一次就是那个时候刚出道嘛，甚至可能年轻，然后就有时候甚至有1个月就是从没卸过妆。疯了，是5亿哥，你疯了，因为我懒，不行，就是回去我就睡完第2天带着妆去化妆，对，所以试过1个月，所以我现在皮肤就变得很差，想说我这个还能改回来。
可以的，我觉得就内调外调都是可以，这也非常推荐。就平时可以带茶饮呀，从内调皮肤，比如常用的啊，就玫瑰花肯定的，白芍、茯苓、黄芪，这些常见的就药食同源的药，你就可以备着保温杯泡水喝。哦，好的好的，行。如果对懒人护肤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睡觉。还有什么？清洁洗脸，对，清洁是不是第一位的？清洁。第二呢，是不是最起码它要保湿？对，保湿啊，最起码你要保湿一下。其实它笑起来，其实眼周是会有纹路偏多一点的情况，你自己肯定也能看到嘛。对，因为我太爱笑了，包括我抬头纹，就是我天生纹就多。第三个是防晒，就是清洁保湿防晒，这是最低成本的。我懒得喷那个。那就物理防晒，物理防晒只要是戴帽子，知道是防晒吗？物理性。其实物理防晒要比防晒霜更好，是吗？是的，就戴把帽子。对啊，因为它直接挡住嘛。哦。那个还是要照过来嘛。你一般是戴一顶帽子和一把伞，不是戴把帽子。哦，戴一顶帽子。谢谢语文老师。好。那武艺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本上就没了，没了哈。好，那就下去休息吧。好的，好的，辛苦老师们，好，谢谢。哎呀，咋样？挺好的，没啥问题啊。但是我的问题比我想象中多一点。说到后边都不是当初的问题了。其实是经由你面部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是感知到你身体内在有一些失调的地方。有个特别简单的这个方法，这个有一个这个耳朵里面有一个心，耳朵窝窝下面这个窝窝里面，来我给你。看这个耳朵窝窝，这就是心的位置。我们贴一个耳豆，然后去按压，可以补心血。对，还有一个呢，睡眠不好哈，这里也是心神的位置，我给你贴一下哈。看这有个神门，然后这是心，这能补血啊？补血，对。血从耳朵里开始补吗？对，耳为宗脉所聚。哦，是不是很酸？这么痛啊！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请谁去看诊来？接下来，我是因为最近熬夜，然后休息不好，然后面色有点发黄又发黑又暴晒啊什么的，皮肤状态其实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刚刚选择的也是那个斑纹脸。对，斑纹脸。好了，我走了，拜拜。好，拜拜。携沈月前往人心诊间看诊。拜拜。拜拜。玫瑰花、黄芪，这些就常见的药物要不紧张，不紧张。紧张，我都不知道下一个是啥情况。没事，我就是无的不紧张，500分紧张啥呀？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那就先到那边休息，然后乐怡在这边等候，因为只有你来强制性的这一组了哈。好的。我现在在跟自己反复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之前有很多次的考核，结果不是很满意，今天想尽我所能冲一把。跑这么大老远来接我呀？那昨天怎么没去机场接我呢？现在知道来接我了。走，来了。来了，请进。Hello， 好漂亮呀。Hello， 沈月。Hello。好漂亮。哇。谢谢谢谢。国华老师。谢谢。发出感慨。他们看到美女是。发量好多呀。对啊。好好看，好好看。那我们小沈有什么主诉呢？我想去黄去黑。直接就说。直接。太直接了。老师，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想治的问题，是我眼睛这儿，眼球旁边有一块，对不起啊，眼球这旁边有一块那个黄斑，你看到了吗？这个眼球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已经长了好几年了，就一直也没去掉过。好的。
那就请乐怡来给小沈看诊。咱们把手放在这块儿啊，我有点抖了啊，我手有点凉，没事。咱们平时睡眠能睡多久？这不好说，有的时候3、4个小时，有的时候长睡又能睡10到11个小时。我的生物钟非常混乱，就是大概持续了有半个多月了，要么就是早上才开始睡，要么就是反正3、4点这种。会做梦吗？做梦，而且还会做梦中梦，就醒不来那种感觉。来，伸下舌头，我看一下。大便怎么样？得喝完咖啡才有。会有头晕或者心悸的感觉吗？心悸偶尔有，头晕也偶尔有。咱们月经怎么样？就一直以来都不太正常。平时嘴容易起皮吗？容易，特别容易干。但是呢，我又就是工作状态，我又不是很想喝水，因为我不想上厕所。我看咱们的手这块也是比较干，这块有点起皮。是，一直以来都比较干。就是我是干皮，脸也挺干的，其实。我先小心的触着。嘿嘿。咱们也有一点点大小脸的问题。是。平时有惯用的嚼东西的方向吗？以前是这边，然后后来我发现这边比较大之后，我就用这边。咱们睡觉有侧睡，就是习惯有，我睡觉是，我想想，是有侧睡的一个情况。对，侧睡，对，都两边好像都侧，看手机在哪边，看充电线在哪边嘛。黑眼圈也是有一些，咱们本身的唇色，就不是很好看，是发暗吗？比较暗。看双两边的这个，这边的紧张度也是稍微高一点。是。患者他的一个主诉是主要想要去改善面部黄、面部发黑的一个情况。首先，我给他下的这个症型是肝郁脾虚，因为我觉得他整体就是由于他的工作、由于他的压力，然后导致了他脾胃一个虚弱的一个情况。他这个面部情况其实是跟他的睡眠，然后以及跟他的大便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关系。一个是他睡眠时间的话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不规律，它跟脾胃的关系都非常大。只有在喝咖啡的时候，然后他才能大便比较通畅。然后所以这其实也是反映出来一个他的脾胃让他的这个气血，就是这个气推不动。你现在就只能让咖啡让你强振心阳，然后给小肠，然后再给大肠一个力量，然后让这个大便下去。结合他的舌象，他会有一些心悸头晕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根据他整体气血的一个不足，然后整个脾胃，然后再影响到我们这个，就因为跟睡觉其实也有关系。你睡不够的话，那肯定就是精力也是不够的。脾胃的一个不好，跟我们的月经不正常来相对比较相关。脾胃运化不好，我们的津液不能上承于肺，不能就是达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皮肤干燥。哇。好详尽的解释，而整个的表达也让人听起来也很舒服。对。您刚才想问的那个左眼，有一个黄斑，然后这块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它是跟脾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这个眼白的血丝啊，在外面的时候可能更多会从肝胆这块去论治，在内里的这个红血丝可能会从脾胃去论治。然后针对您的脸部的这个不对称的问题，刚才进行了一个比对，然后也看了一下咱们舌头，咱们应该是没有脊柱侧弯的问题，应该没有吧？对。妈呀，真好，真羡慕。我会有一点。我太严重了，我这高低肩，我这脊柱太弯了，我这。主要是从肌肉层面，然后出现了一个不对称，侧睡其实会导致。然后此外呢，就是我们的咀嚼习惯也是会导致我们的肌肉出现一种不对称的情况。那针对这个的话，我先跟您说一下这个的改善方法。一个就是我们咀嚼的时候要注意，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侧躺看手机，这其实不光是对我们的这个面部有一个问题，对我们的眼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是我2只眼睛视力差得有点远。对，换一些这个玩手机的一个方式，把我们的颈椎也护好，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面部更好看。因为你颈椎不好的话，你气血上不来，你照样脸是不好看的。关于这个肌肉不对称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扎针，比如说我们的颊车、我们的下关，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大营，然后其实您这个其实是要松解我们底下的这个肌肉，水突透我们的缺盆，然后在我们胸锁乳突肌、人迎透这个浮突，局部的下颌缘进行一个针刺的加强，都可以去改善我们局部的这种肌肉不对称的情况。对，松解这一块的这个肌肉会减少对皮肤的牵拉，然后脸就紧致上扬了。再包括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法令纹，然后包括这个会有一些黑眼圈的情况。那法令纹呢，我们其实是可以进行局部的这种埋线，然后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针刺手段，把我们的这个纹路支撑起来。我们的这个黑眼圈是一个血管型的黑眼圈，因为它这个按压的时候色素会短暂的消失一下，这也是由于肝区抑制的导致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有桃花灸。这儿的皱纹，还有这儿的皱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放松我们的颞骨，去提升我们的颞骨，然后把这个整体我们给提起来，这个皱纹它就会进行一个相应的改善。它对这个脸上的这个逻辑啊分析是很对的，很清楚。表面上是这里的问题对吧？实际上是这里气血的问题对，所以这里可以做扎针哈，然后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要注意到两边肝胆的气血、脾胃的气血。然后那我们的这个代茶饮呢，其实就是像玫瑰啊，然后陈皮啊，也是非常适合您的。最主要的，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先搞起来，然后再把我们的脾胃护好，我觉得您很多的问题都会相应的进行改善。乐怡，我对她最大的感觉就是很稳，而且能够把控全局，不慌不忙，很专业。她给我的感受非常非常好。你给它定义的这个症型是肝郁脾虚，症型对。但是你有没有关注到它这个脸颊就是腮红的位置，实际上下面是有这种斑的一个情况？有看到这个斑，它其实在这里有点要起斑的情况了。你年纪28。28是吧？那我们28其实是在女性来说，以7为周期，3期21、4期28是最鼎盛的时期。但是过了28以后，可能很多就是要走下坡路的一个。我们听不得这3个字，那就说明我们在走上坡路。听不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年纪不一样哈，但是你皮肤上已经有那种就叫面始焦的一个状况了。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在没有这么焦黄，你可以更红润一点。是。它像这种气血的问题，你给它的一些针刺的方案，包括桃花灸，我觉得特别好。你在那个方案里边，你讲到了陈皮玫瑰，但是你也讲到了，它其实这种状况下还会除了有气郁，它是有点气虚的，所以如果我要给这个代茶饮呢，在陈皮玫瑰里边会加上黄芪5克、西洋参3克、陈皮3克，玫瑰可以3朵哈，然后大枣3颗，因为它除了要理气以外，它还要用补气或者滋阴的方式。第一呢，是冷的凉的是不能喝的，不然你即使用补的东西，你也补不进去，它消耗你的能量，你本身就是一种能量不太足的这个状态，而且它后背挺不起来，它一直都是。对，所以说一句话骂2个人，我俩都是。就是你坐下来的时候，你看所有的神态、姿势。已经在看诊，对，就已经是信息了，对。它在这样一个三焦打不开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可以我们用拍三焦经的方法，去帮它疏通开我们整个的上中下3焦，是这样。我们手臂外侧，手臂的外侧你可以用虚掌的方式，来，哇。我感觉老师拍的好用力呀，拍自己。哎呦天！左右你各拍个5到8分钟，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的地方去按揉，来，我来给你
老师这个得舍得对自己下功夫。对，他是用手腕哈，要有渗透力。打穿了都可以。啊，拔了。我来给你拍一下哈。太好了，来感受一下。哎呀，挺疼，手劲挺大呀。哇，你看老师。我感觉他就是内里很虚，但是硬被干起就是对，他是在硬挺。哇，月英开始在咬牙忍耐。疼。然后在这个阳池穴的地方，在这儿。按到感觉了吗？就是按到了哈。每天就这样拍一拍，拍一拍，然后两边拍，你自己去拍。好。谢谢。那我没事。这个撤了。怎么样？怎么样？挺好，没事儿，还活着。下来都有点强颜欢笑的感觉了，开始。我感觉这么严重吗？没有说虚，说堵。哦，差不多。我今天回去立刻就买这些。但是月月之前也说了一下，这次有那个之前一开始担心旁边那个斑是因为晒伤导致的，但其实后来发现也是有身体的内在的其他原因。但是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晒伤晒后修护的话，有哪些方法在中医里面？如果说我们就是晒完以后脸最大的一个症状就是红，对吧？然后晒伤的话就会敏感，然后起泡啊。那我们即刻呢就是要降温，就是仅仅是红的话，我们敷一块面膜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红的还是比较厉害啊，晒得比较厉害，我们可以用马齿苋煮的水然后来湿敷一下，湿敷。马齿苋。即刻降温之后呢，我们就脸上就要注意补水第2天、第3天呢，我们多用一些这个面霜，把我们的脸上的水分给它保护住。内在的我们可以吃一些百合呀、梨呀，还有银耳呀，这种含有这个银耳多糖的植物的胶原和玻尿酸。然后呢，我们吃进去以后呢，可以给我们皮肤内在的补水。明白了。那么刚刚我们学了这些知识之后，问一下志胜了，坐不住了，怎么说？带着你的古董脸上去。我拿着古董脸上去。志胜现在诉求是谁给他看病？其实就是精神，我经常会显得那个脸特别显老，就显得人特别没有精神，因为经常累的话，就脸耷拉着脸，显得摇曳，看着年龄就特别大。我怎么能看着不那么显老？我先上去看看，我问题可多了，朋友们。真的，我们看看谁给你看。哎呀，智商！哎呀，智商！哎呀，没给你个机会，给你个机会。哎，你这剥夺我镜头的权利，你得从那儿，我得从这儿。不好意思。哎呀，景轩！哎呀，景轩！哎呀，好了，各位好，来，怎么拿着自己照片来？古董脸，真的，我在下边讲半天了。所以其实你的主要的诉求就是看起来有点古董脸，是吗？什么叫古董脸？就是显老吧，应该是。显老。你整这么个高端名？真的啊，我15岁就高端脸。就古董脸，没事，等到50的时候还长那样哦。那时候就是年轻脸了，潜力股，对，老来俏，我说，谁允许你自己 Q 呢？那时候就是不老的容颜了。那个时候智胜肯定比我50岁要年轻。好，那么其实目前我们三组都已经看诊完了，那请其他几组先坐过来。哦，都不愿就乐怡愿意给我看。你是最特殊的。当然我非常愿意，都得奔你来，哥。哎呀！所有人都可以去看。哇，太爽了！早知道我最后一个去了。会诊，你是会诊啊？我需这么严重吗？还需要会诊？所以你们哪一组如果觉得自己之前没有发挥的好的话，现在可以来进行选择看智胜。但是只取最后一次看诊的成绩啊，就是相当于成绩刷新，再次挑战一次。对。想看的举手。全部。我的妈呀！哎呀，就是冲了。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往上去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为了我们下午有优势，我想再冲一把。
让大家得一个更高的分。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得握在自己手里，只要有机会还是去争一下。我有自信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更适合他们的方案。晨光亲吻百草，双背包载满青涩的向往。之前也懂古房里的迷藏，推开门是未知的土壤，迈向诉说生命的回响，要像萦绕初心的形状，跌跌撞撞也学着去担当，每一步都写下新篇章。汗水浇灌稚嫩的梦想，古老智慧在指尖发烫，不问路障，只问心之所向。青春远志也都当归。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解锁更多潮养生活秘籍。上微博带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发博讨论，共同见证中医新生代的力量。上百度 App 搜索话题“初入职场中医季”，一起参与话题讨论。特别合作映客直播。